因为之前其实在22年之前，其实我就有萌生我想要去骑行的想法，但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太忙，所以有点身不由己。但是正好有时间了，我就觉得我就应该去重走一下这条路。骑行本来就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拍摄一个纪录片也是，我觉得像一个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更享受的是做这件事情的过程，去思考的本身虽然有些痛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。没有一朵花是无缘无故开的，你不去浇灌它，不去把种子种下，是永远不可能有开花结果的，永远不可能有这个长成树的。因为现在都着手做自己的演唱会啊，包括新的片子，也自己在计划，在思考。其实创作这个过程确实是挺难的，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吧。我觉得，其实它主题不叫星际时光，它的主题就是拾荒者。我站在一个陌生的星球，一个孤独的人，但是却要生存下去，一个这个很孤独的一个缩影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，然后呢，都是要不断的摸索前进。这次演唱会，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做歌手要开演唱会，然后也是第2个巡演了，比第1次更有经验了。然后从主题到舞台设计到所有的各方面的细枝末节的一些细节，VCR 的拍摄，我希望我在我的舞台上是有表演的部分的，带大家沉浸进去，是像一个秀一样。然后带到 VCR 的讨论的是每一趴的主题，定好了主题以后，我们这个主题想要表达什么东西。最后呢，我还笑着跟工作人员说，我说自己做老板有个好处，就是虽然以前也没有这么多限制哈，就是哇，我终于这个给自己加台词。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认知是要通过学习去改变的，或者是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分享出去，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事情，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学习到一段知识，听了一个故事有所感悟，把一些书里的一些精华也好，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好，发人深思的故事去分享给大家的时候，你又常读常新了一遍。包括学英语也是，我自己学，那我带着大家一起学，我也更有动力了。所以就是说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。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啊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。你只有看得多了，真的人如果不看书，是完全没有想法会迸发出来的。那不看戏，不看音乐剧，不看电影，你根本就激发不到这种人的一种情感。人一旦满了，人一旦觉得自己哇 OK 了，大家都不行，我最厉害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虚心去向身边的周围的人去学习去请教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最厉害了嘛，你们都比不过我，我还向你学什么东西？但其实我可能在你最锋芒的地方，最优秀的地方我比不过你，但是可能你也有自己的短板，是否就是正好是别人的长处呢？就是来源于一首歌，也是来源于我的一个粉丝，就是说在我很艰难的时候，就是人生很低谷的时候，有一位粉丝去世了，然后他就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他就说这个，他说哲瀚，我不能等你了，他说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，但是你，每次讲到这个都很难受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心，他说你要记得，从此以后有个星星，就会照亮你回来的路，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过吧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也写了一首歌，就是变成星星照亮你。对，然后有很多朋友也说，
就他们拍摄那个演唱会的就一个画面，就是都很不约而同的，大家都发了那个给我。他说这未来会比你想象的更好。他说他想变成星星照亮我，所以也给了我这个动力去就照亮别人。首先你是一个曾经被照亮的人，然后你也希望把这份光亮分享给其他人。